Hello，大家好。今天我和本尼来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——西班牙的龙石岛。这里是不是很眼熟？没错，这里就是《权力的游戏》里龙母的城堡取景地。走，我们一起去看看现实中的龙石岛到底是什么样子。大家好，我是老鹰。我和本尼现在已经到了西班牙。今天呢，露营地是在西班牙著名的龙石岛的附近。这个露营地很有意思，它有很多的餐桌，而且还有烧烤炉什么的。这里呢，站得高，看得远，下面就是浩瀚的太平洋，而且呢，在不远处就是电视剧《权力的游戏》拍摄地龙石岛。今天我们就将到龙石岛去参观。我们站得高看得远，在下面这里呢，就是龙石岛的这个上面的教堂。这个橘色的就是教堂，其实是很近的。我们正准备开车出发，结果呢太阳出来了，哎呀，又舍不得，因为这条徒步路线可以从山顶上看到整个下面的龙石岛，所以呢还是决定把车停在这里，然后徒步去龙石岛。从我们的露营地去龙石岛非常的近，单程的话只有2.4公里。这龙石岛景区禁止无人机拍摄。这就是野营地下面的大海，非常壮丽的景色。在西班牙的太平洋这一侧的海岸线，它的风景是非常雄奇险峻的，因为它的礁石非常的特别。所以呢，在西班牙太平洋这一侧呢，有3个《权力的游戏》拍摄景点，一个就是今天的龙石岛，另外一个就是龙石海滩。今天我们选择这条徒步线路真是赞了！这条路的风景太好了。但是如果你通过那个 Google Map 地图去找这条徒步线路，它是没有的。它只是从现在这个位置开始有显示，前面那个从野营地到这里呢，它是屏蔽掉的。然后，这下面就是龙石岛，哈哈。本尼看到龙石岛上没有什么游客，所以他现在笑话我。因为去龙石岛之前我非常担心游客太多了，岛上根本不让我们上去。这个小房子呢是检查那个票的地方，但是呢，因为过了10月份以后呢，这个地方就免费了，所以今天这个地方也没有人。如果是6、7、8月份来虽然说要买票，但是呢，它这里每个月这里有那个节日，那可能可以参观的东西也更多。那我们今天要看的就完全是大自然的美景了。我的游泳池来了！哒哒哒哒 ，sorry 去 ice swim， 耶！Ja, Titanic oder wie？ 这里讲一定要穿好走路的鞋子，最好是徒步鞋，因为这个前面的1.6公里这个路不是很好走。我们今天穿了徒步鞋。OK。哇，现在太阳出来了，整个小岛沐浴在阳光里，岛上的这个教堂顶熠熠发光。哎呀，我们运气太好了，在这个徒步线路就是一步一景。刚刚看到那里觉得挺漂亮的，我发现这个观景平台看这个龙石岛效果更好。今天而且非常的幸运，早晨下雨，然后我们现在来的时候它又出太阳了。现在这个太阳慢慢的正好照在龙石岛上。这2个年轻人是我们的房车邻居，他们是休假1年，专门从新西兰到欧洲来开房车旅行。这个男生是特别喜欢冲浪，所以呢，在大西洋沿岸有非常多他喜欢的冲浪的地点。
现在已经是11月份了，所以呢，现在游客也很少，然后呢，也不需要买门票。当然哈，现在的天气呢，可能就没有那么好。也是我们刚刚看到山上的时候还有太阳，现在就已经是阴天。徒步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慢慢的接近我们心中的目标，特别享受这个过程。哇，这里就是电影里面的拍摄位置，这是正好可以看得到进岛的这条路，就是这条路啊，像一条龙尾巴。哇，这个位置是最棒的。后面就是著名的龙石岛，我爬到上面的教堂呢，有241个台阶。在电影里面哈，它上面是用3D 做了一个城堡，但事实上呢，上面是一个教堂。后面已经到了龙石岛了，看得到。现在呢，已经没有太阳了。这个小房子啊，本来是检查门票的，现在也关门了，现在已经是免费参观。山下这些黑色的礁石沙滩啊，它的这个石头的形状就是有点像龙鳞，一层一层的。它是叫负理石的礁石，成型于那个6000万年以前。这就是通往龙石岛上的唯一的石桥，后面是爬上山顶的蜿蜒的台阶。我现在啊，就在这个长长的栈道里面。这个在全游的游戏里面哈，雪洛和小恶魔走的这个位置啊，就在我现在站的这个地方。这里真的是太独特了。这个小岛呢，就剩这么一溜溜可以连接陆地。然后呢，当然啊，他们也是用石头和水泥把这加固了。看到没有，这个黑色的那就是龙鳞石啊。这是圣约翰的纪念碑，相传他第一次走进修道院的时候，他的脚印被印在了石板路上。如果游客也踩下这个脚印，会带来好运气的。来这里哈，我有一种爬那个小长城的感觉。看，后面就是一道围墙。正好来了一只狗。可惜不是雪白的。这里开始上山的路就比较陡峭了。攻略上说，超过60岁的人不适合爬这个台阶，我觉得真的有点搞笑哈。这也是一种年龄歧视。这个台阶呢是比较陡，但是呢感觉哈并不难爬，导致呢一步一景，让人觉得爬这个坡真的太开心了。这个不得不说哈，全地的游戏剧组太会找景点了。这种地方走的路不多，但是一步一景，变幻莫测，特别美。我们很快就到山顶了，帽子都要吹掉了，风好大呀！从山上往下看，这就是我们刚刚爬上来的蜿蜒曲折的小路。龙石岛是一座天然的防御堡垒，四周环绕陡峭的悬崖，只有少数登陆点可供使用，其地理位置使其成为控制黑水湾的重要据点。龙石岛依然在西班牙的巴斯克地区，这个旗帜是巴斯克的旗帜。这就是龙石岛上的教堂。今天这个教堂也关门了。夏天的时候啊，这个地方是可以敲钟的，据说敲响3下可以祈求健康和幸福。现在是淡季了，没有这个活动。它不是，这教堂今天关门了。看看，从这里看，还是可以看到里面的。这淡季啊，人也少。教堂虽然关门了哈，但是呢，这个地方360度的风景，就我跟本尼2个在这里，也好舒服。这个后面的半山坡上哈，都看得到我们的这个房车野营地，像那个白色的车子，有可能就是我们家的房子。哎呀，淡季连厕所门都关掉了，所以买票有买票的好处，免费有免费的好处。
但是啊，山顶的休息室没有关门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这里面有桌子，有凳子，哎呀，还有烤炉。旺季的时候，这边说不定还可以卖烧烤呢。Musst du etwas trinken? Okay. 这个是1欧元买的，这里呢没有东西卖，那现在可以价值5欧元了。现在这个室内啊，就我跟本尼2个人，算我们2个包场了。这个就是淡季的好处，淡季游客少，然后不拥挤。虽然有些服务会少一点哈，但是感觉这种还蛮舒服的。现在休息好了，我们准备打道回府，回房车去了。这个位置是我最喜欢的龙石岛的位置，我要在这里拍照留念。下山走起路来就非常轻松了，本尼现在也有劲耍耍宝了。刚刚我说这个路太窄了，不适合他的啤酒肚，结果他对此提出了抗议。OK， 这2位西班牙人发现我在拍视频，非常友好的跟我打招呼。我感觉西班牙人特别的热情，也很友好。太阳出来喽，终于等到太阳了。现在呀，太阳终于和乌云战斗赢了，太阳出来了。现在可以看得到后面的教堂。现在呀，趁着太阳好的时候，我要走这个堤坝。这个堤坝呢，就是在《权力的游戏》里面，小恶魔和雪诺走的这一条线。这条线呢，是这个地方的一个。现在又是阴天了。我想去这个最好的位置，等到太阳出来，给龙石岛拍一个阳光灿烂的照片。可是，好像太阳在跟我们捉迷藏。我现在发现哈，这个龙石岛它不是中国的那种龙的形象，它其实啊是一只恐龙的样子。今天是这个太阳啊，跟我捉迷藏了。我们在那里玩的时候哈，阴天嘛，然后当我们往回走的时候就出太阳，但是是一会儿有太阳，一会儿又是阴天，我就不断的看得出太阳就跑回去，可是本尼呢就越走越远了。当我们彻底的放弃了以后呢，整个的阳光照在了龙石岛上。还好哈，这边还有一个观景点，现在太阳也还在，我赶紧的到这边去看一下。这边有显示哈，不准飞无人机。我是看到过一个中国的博主在这边，他是飞了无人机的。其实这个是违规的。我们在欧洲旅行哈，就是当地有什么规定呢，我们就遵守规定。这样子看哈，其实更像一个恐龙，非常像一个恐龙。Guck mal, da ist ein Parkplatz, da dürfen keine Wohnmobile rein. OK。OK， 现在我们要去走我们的野营地了。回去的时候爬这个陡坡还是有一点点难度的啊。现在我们到了山顶了，下面就是龙狮岛，但是呢，现在距离我们的房车露营地还有1公里。现在太阳已经稳定的出现了，但是我们已经爬到山顶了，山下就是龙狮岛。我们现在没办法了，只有回去了。我们已经在山顶上了，不过呢，这个位置看龙狮岛非常好，这里看得很全乎。这个左边是龙狮岛哈，右边呢像个大馒头一样的。我们现在在回程的路上，结果呢发现哈，这个位置啊是看龙石岛最好的位置，最好的角度。可是呢，现在没有太阳。我们想等一等吧，看看等会儿会不会有太阳照在龙石岛上，那是最光芒四射的时候。很遗憾，我们在这最高的位置上没有等到云开雾散，现在就回去了，准备出发。
因为这个位置是一个野营地，并没有人负责这里车子的安全，所以呢，我们房车也打开了警报器。现在我们要进入房车呢，得把警报器解除了。他说：“哎，我的熬死。”蒙氏岛的风景真的很震撼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想法，别忘了点赞订阅，我会继续带大家探索更多有趣的地方。我们下次再见。